台湾大叔逛上海龙之梦，新能源车间大开眼界。外面下着雨，等一下搭地铁去中山公园商圈、龙之梦城市生活中心那边逛逛。这次来上海，住在月星环球港旁边的美居酒店。龙之梦城市生活中心之前名称叫做龙之梦购物公园，是在2005年开幕的购物中心，在去年底重新更新升级。这里也有一家华为门市，看一下华为的新能源车，问界 M5。华为的智能车都能和自家鸿蒙系统的手机、智能设备互联相通使用，也可以远端操控许多功能。问界 M7。内饰质感相当好，座椅都有按摩功能。M7 不同版本价格换算大约台币107万到142万元左右。最近在网上看了很多关于华为智能辅助驾驶系统 ADS 2.0 的测试影片，非常的厉害，而且不需要高精地图导航。华为这个智能自动驾驶技术相当惊人，而且超越特斯拉，连我这种不开车的人看了都竖起大拇指，真的是遥遥领先。这套系统好像预计在年底可以在全大陆所有城市开通。在9月12日的发布会后，1个月订单突破6万辆，据说工厂都开足马力在生产，然后12月还会推出更厉害的旗舰级新品问界 M9， 会有一些更强的智能驾驶功能，订单也突破15000辆。因为我不开车，所以对车子没有太深入研究。各位朋友们，如果对这些国产品牌的智能新能源车比较了解的，可以在下面留言，介绍一下有哪些特点，或是有哪些厉害的先进技术。顺便来实地观察今年大陆疫情开放后第一个暑假期间，购物中心的人潮和消费情况。到地下美食街逛一下。前面这家很多人在排队。
地下 B2 层有新能源车的街区。新能源车街开设在地下美食街这边，相当的特别，把10几20个新能源车品牌集中在一起，让消费者可以一口气参观体验与比较，也是非常方便。逛累的旁边就是美食街，有一堆好吃的餐饮，真是一举两得，相当的有创意。龙之梦地下2层这边的新能源车街区共有2期，面积近1万平方米，是一站式的试驾体验新能源车主题街区。入口处这的第一家就看到小鹏，小鹏的话，之前有吸引我眼球的就是小鹏飞天车吧，这2天还看到推出人形可行走的机器人。大陆国产品牌的新能源车，在外观造型设计以及内部设计等，我个人感觉都远比国外品牌来得好看，而且有创意，很像都是那种科幻电影中会出现的未来车，而且不同车型都有不同的设计。因为我不开车，平常也就不会特别去关注车子的相关资讯，日常在台湾路上看到的基本都是国外品牌的车子，日本、欧洲、美国以及韩系车等等，从来都不会对这些车子的内外造型设计产生任何好奇关注的眼光，甚至我觉得这些外国品牌的车子很多设计都10-20年没有什么变化和创意，就像 iPhone 手机从11到今年的15那样，都不求长进。就包括特斯拉也是，我个人觉得特斯拉的造型和内饰设计的都非常普通，甚至多年都没有更新更好的设计出现，但价格就是卖比较贵。但很特别的是，对我这种不开车的且对车子基本没兴趣的路人来说，大约在4年前的2019年开始，大陆国产品牌的电动车意外地吸引到我的目光。那时一些大陆国产品牌新能源车我听都没听过，但因为我常常逛大陆的购物中心，就开始发现在1楼陆续出现卖车的门店，好奇的我就被那些外观造型非常科幻前卫的车子给吸引过去瞧瞧。来看看比亚迪的车子，比亚迪海鸥，这台小型低价电动车也卖得很好。因为我本身就是学美术和设计，就会对这些非常有设计美感的车子很好奇。后来才知道这些品牌都是大陆国产新能源车。之后的这4年，我平常都会关注大陆新能源车产业的发展新闻。经过疫情3年，大陆新能源车持续练功发展。在疫情解封后，今年4月的上海国际车展中，大陆品牌的新能源车大放异彩，轰动国际。到了9月，德国慕尼黑车展更是变成了中国新能源车的主秀场，震撼了欧洲市场。比亚迪海豚连续2场大型国际车展，也让日本、欧洲、美国等传统汽车品牌发现他们在新能源电动车这块早已远远被大陆甩开。比亚迪海豹，说到海豹这款车，之前在网上就看到有被日本和欧洲买去拆解研究。日本某大学拆解比亚迪海豹后，还出了一本书，含在线服务套餐的话，
要价高达132万日币，单买一本书价格是88万日币，价格非常的贵。这个车看着挺干净的。继续逛下去，欧拉好猫是长城汽车集团旗下品牌，这个品牌的造型设计很特别，比较卡通风格。这台车的造型走可爱风，很适合女性用户或年轻族群。欧拉闪电猫，这台看起来走比较高档路线，带有一点古典风格。大陆不止在智能电动车有各种创新领先的技术，还有整个新能源车产业链的晚辈也是遥遥领先全球，其中也包括领先世界的电池技术，连过去电池技术很强的日韩，现在都无法和大陆相比了。其中像宁德时代一家的市占率就高达37%，再加上比亚迪的电池市占率有16%，两家就超过53%，加上其他几家共占63.1%的市占率。全球电池10强企业，大陆就占6家，而排第2的韩国电动车电池，全球市占率已经掉到25%以下。这台看起来是走 GT 越野路线，于是就像德国几家老牌车厂，就选择和大陆合作新能源车的开发和生产。像是德国宾士宣布采用华为的鸿蒙车机系统，不然如果制造同样的车型，德国做一辆的成本至少比大陆高出约35%，完全没有竞争力。这几年已经有几家大陆新能源车品牌进军欧洲市场，目前市占率持续上升中，对那些欧洲或德国传统老牌车企，今后会是一个不小的压力。难怪前阵子欧盟放话说要对大陆新能源车进行反补贴调查。蓝图汽车，蓝图梦想家，7人座的电动豪华旗舰 MPV， 相信大家都知道，现在比亚迪不只是大陆新能源车销量冠军，也是全球销量第一。今年前9个月已经卖出近208万辆车。另外，比亚迪今年上半年销量已经超过德国宾士和 BMW， 首次进入世界前10大车企。比亚迪的车子在泰国也是卖得很好，很抢手。比亚迪也有到泰国设厂。蓝图 Free SUV 车款，去年2022年，大陆出口汽车总量超过德国，成为世界第2。今年上半年已经超过日本，成为汽车出口量世界第1。有点后知后觉的日本，直到最近这1-2年来才发现，没想到大陆的新能源车这么先进强大，于是就看到很多日本的媒体或是网络车评博主们开始热烈的分析讨论大陆新能源车的相关话题及体验试驾大陆新能源车。试驾过后都给予非常高度的肯定跟赞赏，并且他们都对日本车企之后能否追赶上大陆的新能源车
普遍感到悲观。领克汽车是吉利集团旗下的品牌，这台车的外观设计和造型比较前卫。说到台湾，现在依然很难推动电动车，毕竟在基础充电设施的建设上，台湾还非常的缓慢跟落后，相关政策法令的推动也都没有看到有很积极的作为。很多住宅大楼地下停车场要设置充电桩，通常因为法令与条件限制，导致都非常困难。平常在台湾的马路上，基本上看不太到电动车，就连特斯拉看得到的几率也很低。还有就是台湾市场上卖的很多都是欧美品牌很贵的高价电动车，像大陆这种价格便宜、技术遥遥领先的智能新能源电动车，都无法引进台湾贩售。例如50系列那种超便宜的电动小车，价格只要台币10几万到20几万。如果台湾能引进这种便宜的电动小车，应该会吸引很多年轻族群。有看到像是广西柳州市区的马路上，这种电动小车的普及率超级高。浩博是广汽埃安旗下的高端豪华电动车品牌。我高中美工科的一位老同学，目前就在广汽担任汽车设计的职位。车门是倾斜式开启，内部设计很有未来风，走比较简约型的设计，造型很好看。本周有看到新闻，日本三菱汽车决定要退出中国大陆市场。近年随着大陆新能源车的普及，也让几家日本车企的车子在大陆销量明显下滑，都呈现20-30% 的大幅衰退。丰田现在在大陆市场也只能用降价促销这招，后续各界也是看坏日本车，在大陆市场已经完全没有竞争力了。但是很奇怪的是，日本车这1-2年反而在台湾还涨价，真的是把台湾消费者假告告当韭菜割。吉福汽车，每家品牌都有自己的造型设计风格。前几年日本的丰田还很看不起电动车，直到近2年才慢慢发现不对劲，但现在要追已经来不及了。丰田也只能找大陆车厂合作推出电动车。更好玩的地方是，
丰田为了在大陆刺激买气，不断降价，但在台湾同一款车的售价却是大陆价格的2倍，难怪有人吐槽台湾消费者变成日本车商的韭菜盘子。其实不止日本车在台湾卖得很贵，其他欧系、美系车在台湾都卖得比大陆贵很多，包括特斯拉也是。最有意思的地方是，大陆这些技术与各种智慧功能都遥遥领先全球，售价又便宜又超值的智能电动车，就因为台湾当局紧跟在美国遏制中国的政策屁股后面，都无法进到台湾来卖。就像华为手机和5G 通讯设备在台湾也被禁那样，台湾的汽车消费者也只能继续买又贵又没进步的那些欧美日韩的车子，很无奈，只能永远当外国品牌的韭菜。这边有店员正在直播卖车吧？你要知道这把伞的话，就是我们自己出去。腾势汽车，这个是比亚迪投资的一个品牌。MG 汽车原本是英国一个老牌的汽车品牌，2005年被大陆的企业收购，2007年又被上汽集团收购，变成旗下品牌。上汽也是今年上半年大陆汽车出口冠军，其中卖最好的就是名爵 MG 品牌汽车。然后这个牌子的去年也有一款在台湾销售，今年说要出第2款在台湾卖，2024年要引进纯电动车到台湾。之前还在台湾有引起争议，就说 MG 汽车是不是大陆品牌呢？非凡 F7。这边也有一家车规充电桩的专卖店。蓝图追光，龙之梦的新能源车街大致上逛得差不多了。虽然这边已经有很多大陆国产品牌，但因为这几年大陆新能源车的品牌实在太多了，还有好多没有在这里设点。现在去逛一下美食街，下午的时段人还是不少。美食街的名称叫城市集市。这边也有开心麻花的剧场。美食街的平面图，城市集市，梧桐。我确实也没有进来。
日本这些年又点错科技树，前些年全重压去发展氢能源车，但没搞起来。现在日本市场的新能源车市占率才2%左右，远远落后中国大陆的近30%，欧洲的20几%，甚至低于美国的6%。在大陆很多大城市，新能源车占新车销售都高达30几%，也就是卖出3辆车，就有1辆是新能源车。另外，最高比例的是上海，更是快接近50%。我走在上海街头观察，就可以很明显体会到，好多都是绿牌的新能源车。确实，每10台车中约有近一半都是新能源车。中国大陆这10年大力发展新能源电动车产业，也包含近几年结合互联网科技与 5G 等智能化技术，终于换道超车，在新赛道上超越欧美日韩等燃油车企，打造出了一个规模庞大、能带动产业升级的高端科技产业。从这边就能看出大陆规划产业布局的眼光与推动的执行效率，当然还有国内许多厂商的技术创新能力，都做到世界一流，遥遥领先。回想10年前，有谁能想到呢？现在的中国大陆可以在新能源车产业领先全球。开心麻花剧场，钻石酒馆，在大陆很多购物中心都有看到开心麻花的剧场。So now you're here again, knocking at my door. A little too late for, I'm sorry for. The lights went out cause you kept cutting the cord. And I started to fade into your grave. See, I finally opened up my eyes, and I saw me coming back to life. That I'd be better without you inside. It's time to be someone I wanna recognize. The future starts right now. I made a reservation, but you never came, so I'm checking out. The firestorm
while you were chasing everything else but me. I'm starting to break out from your grave. See, I finally opened up my eyes, and I saw me coming back to life. That I'd be better without you inside. It's time to be someone I wanna recognize. The future starts right now. I made a reservation, but you never came, so I'm checking out. The fire you stole away, I know one day we'll come back around. The future is now. The future is now. I'm not backing down, 'cause the future is now. Not backing down.龙之梦地下美食街这边走过去，就是2号线中山公园地铁站。